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最近北京刚开的一个年货大集。因为春节快到了嘛，春节呢是中国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，然后每年在过春节之前呢，我们都会全家出动去买各种年货。那年货都有什么东西呢？比如说，一些吃的呀、喝的呀，各种美食啊，还有就是家里边要有各种装扮，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要贴春联儿、挂福字，再比如像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还会去放鞭炮。那所有的这些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我们都要提前买好，所以这就叫做备年货。年货大集，请往南走。年货大集，请往南走。今天我就带你们逛逛北京的年货大集，看看我们过年到底在准备什么。哇，好多人在这里扫码领票。领到票了，跟我一起进去吧。我们进来了，然后一进来就闻到了浓浓的羊肉串的味儿。然后刚才在门口领了张票，它是免费的啊，免费的，就是需要拿一下这个票。但是刚才拿票的这个人好凶啊，一直问我几个人，几个人，超级凶。我还以为是在户外摆摊儿，原来不是哦。咱还没走到正确的位置呢，要进这个大门。你不是要葡萄吗？你看那儿有什么葡萄买点吧。哇，这才进来啊！好家伙，原来外面不是，这里才是。哦，我该从哪儿逛起呢？我发现来这儿真的应该空肚子来，就是应该饿着肚子，不要吃饭，因为这全是吃的。看，这都是内脏啊，羊肠、羊肝。在物资不丰沛的年代，年夜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。就比如这些肉，在我外婆生活的那个年代，平时是根本吃不到肉的。只有过年这一顿饭，全家人才能吃上肉。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，不仅每餐都能吃到肉，平时想吃什么都能吃到，反而让年夜饭的意义感没有过去那么强烈了。你看这个大肘子，我们年夜饭上必须会有，它象征着在新的一年，全家人都会大富大贵。肘子，对，大肘子。过年的时候，除了买肉，我们还会准备很多干货，比如大枣，寓意是红火甜蜜。这可以尝一下是吗？可以随便吃。哇塞，可以免费品尝。点的啊，也是160。160。看这个字太逗了。对。这上面写的是免费品尝，不吃白不吃，老板家有矿，太逗了。干果一般都能贮存很长时间，也意味着人们把夏天的丰硕留到了冬天，把富足从旧年延续到新年。这橙子看着不错啊，这是用那个橙子现榨的。对，用那个橙子榨的鲜果汁儿。你帮我榨一杯呗。朋友们，我刚才扫码免费领了一个啤酒，这个是免费送的。哇，这全是好吃的。它这里呢，每家都可以试吃，我感觉走着走着，每家吃一点都吃饱了。
我这个是辣的吗？对，我先尝这个。不辣，还可以。有的嫌辣，有的不嫌辣。甜的好吃。备足了吃的，第二步就是准备各种新年装扮了。最典型的就是春联和福字，我们会把福字倒着贴，谐音为福到了。通常家里面还会挂上灯笼，窗户上贴窗花，门上贴春联和福字，大家也都会穿红色，把美好的期待都请进家里每个角落。过年最重要的就是要热闹，很多年轻人平时都在其他城市工作，只有过年这几天会回到家里，跟父母团聚，整个家才会重新热闹起来。所以对于中国的很多老人来说，过年的热闹感是他们最最珍贵的时刻。这就是中国人过年的哲学，用最实在的物品承载美好的祝愿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。你们是不是有感受到中国人浓浓的过春节的气息呢？如果你也很喜欢在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里学中文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